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从相识到相知，从异国到团聚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还记得我们到底是怎么相识的吗？这个我当然记得啦。我们是通过一个网站认识的，当时在国内叫一个朋友别哭的网站，可能有些人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有一些还知道听说过这个网站。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什么手机 APP 呀，什么智能手机啊都没有，那个时候是网络网站时代。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网站认识了以后，那一天特别有意思，是2008年的4月19号。有些人可能马上就能意识到这个4月19号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其实都是还想找朋友相处下去，不是真的找419。是的，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在网站通过网站留言，然后给相互给了对方的 QQ 号码，然后我们就开始了 QQ 聊天。那你还记得第一句话 QQ 聊天的内容是什么吗？哎呦，我还真不记得了。我们做了一个10年的相册，当时我还把我们最开始聊天的那个记录，最开始的那些话都把它打印下来，放到我们的相册里面了。哦，谢谢，还挺有意思的。那你还记得是谁加的谁吗？我觉得应该是你加的我吗？对，我加的你。OK，那这个太细节的东西我还真不记得了。但是下一个事情我记得的就是我们5月10号就见面了，是吧？对，本来是5·1嘛，5·1应该是一个小长假。我本来想5月1号就想见面了，但是后来因为你有什么事情没时间，然后我们就等到了5月10号第一次见面。OK，我是当时金鹿他是住在北京的一个地方，在那租了房，然后呢，我因为是住的宿舍，上我这肯定不方便，然后我就去金鹿住的那个地方去跟他见面。然后我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在你们家小区的楼下，有一家饭店，这家饭店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它早就已经关门几年了，但是那一家饭店还挺有本地特色的一家饭店，我们在那家就吃了水煮鱼，我印象当中我记得是，然后我们2个人就坐在那个饭店的那个角落，然后一大盆水煮鱼放在我们俩的面前，我们俩好像就点了个水煮鱼，我印象当中是吧？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我当时还觉得挺好吃的。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聊，我记得好像聊了有1-2个小时。第一印象还挺不错的，见面的时候。那就算认识了，然后就开始交往。最开始几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周末夫妻，周末夫妇，都是周末的时候他会到我那边去，然后平时的话我上班，然后他是在读博士。你记得当初你坐公交车还很辛苦的，从到我那边。对，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的10号地铁线，那个时候还没有开通，所以从我们学校到金鹿住的地方只有公交车可以到达，而且好像还没有一路的直达通公交车，我还得换车中间，所以每次去到金鹿住的地方都得要差不多1个半到2个小时。而且我记得当初好像还不能直接到我那里，你需要坐车到3环的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走过去，是不是？是的，走路还得要走15到20分钟才能到，所以当时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挺不可思议的。看来我很有吸引力啊。是啊。之后我们认识以后呢，我们记得周末我们都干些什么吗？周末我们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我记得主要有2类，一类呢就是去北京周边的各大景点，包括北京市区内的各大公园。我后来回想起来，北京市内的各大公园和周边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景点，我们是不是都去遍了？我感觉你都记得去过哪些地方吗？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也不是印象最深了，我记得
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去的一个景点叫做旧峰，是北京周边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景点。那一次我记得爬山爬得可累了，然后我到处拉着金鹿去找那个山上的野果，还找到了好多山葚，还觉得挺好玩的。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去比较近的地方，后来的话都会坐那些远郊线的那种大巴车去到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开车，没有车，然后地铁也不能直达，就去去东直，我记得去东直门去坐大巴车，然后去到那些远郊线，然后再换乘当地的那些小汽车。然后很快我们认识以后，你就去了德国。对，那是我第一次去德国，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读博士第3年，然后我就去到德国待了有小7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我博士生导师和德国那边的一个大学教授之间的一个合作，然后我就去待了7个月的时间。然后你毕业之后又去了一次德国？没错，我毕业以后又去了一次。那一次呢，就是相当于是以博士后研究的身份去的。那一次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不过也不到1年。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说，你在德国的时候，我去看你有2次。第一次我们在柏林，然后去巴黎玩了一圈，在冬天的时候。第2次的时候是夏天，你从德国回来之前，我去德国，相当于去德国接你，然后我们在那边玩了一下。那你对这2次玩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我觉得可放松了。是不是第2次更放松啊？因为第二次你的博士后就结束了。是的，第2次确实是更放松，而且又是夏天，天气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刚刚结束我的德国的博士后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呢又没有特别的安排，然后就跟着金鹿我们一起去到了很美丽的德国的天鹅堡啊，然后有慕尼黑城市啊，见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壮观的教堂啊，然后我记得那个 Constance 是德国南部的一个湖，叫 Bodensee， 我记得就是波登湖的意思。那里的风景也非常的优美，我们在那度过了有小1个星期的时间，我记得。还去到边境的瑞士，还去瞧了一下。对，我记得当初我们在瑞士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瀑布，然后我们在那个瀑布旁边一个桥上面走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我们俩在那儿还挺大方的，我们俩去在那儿手挽手在那儿走，然后有个小男孩也骑着自行车，然后他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回头看我们，说他说哎，怎么两个男的一起牵手，可能或者说2个男的亚洲人一起牵手，觉得可能挺奇怪的。他一边骑车一边回头看我们，然后差一点就从自行车上差一点就摔倒了，就。是啊，这是挺好玩的。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小细节。然后你从德国回来以后，我们就相当于短暂的在北京一起同居了，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有那么几个月，小4个月吧。然后那年的冬天，我们2个一起去了菲律宾的长滩岛，相当于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度假了。是的，那个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我们的蜜月了。对，我觉得那次还印象非常的深刻。经常我们回忆我们曾经去过的所有的地方，我似乎第一个在我头脑里面想起来的一个旅行，经常是长滩岛的旅行。是的，长滩岛英文又名 Boracay， 我觉得是我们去过的所有度假的地方，我可能是至少是能排得前3甚至前2的度假胜地，我非常喜欢。然后之后我们在短暂的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某人又走了。是啊，我哪一年的1月份我就去到英国了，去开启我的第2段博士后工作的时间。那是2013年的1月份。对，然后对，我们就又异地，你在英国，我在北京1年以后，然后2013年我来到了美国。那年圣诞节的时候，2013年12月份的时候，你就过来看我，然后我们就顺便
登记结婚啦！是啊，耶！对啊，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结婚简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陋的结婚过程了。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是去到本地的一个 county clerk，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呀。就是市政府吧。OK，那就市政厅或者市政府，有一个结婚的那个登记的地方。但是结婚登记其实在美国这边它是需要有一个仪式的。这个仪式当然可以最简化，这个仪式就是说要有那么一个类似证婚人或者婚礼主持人的一个那样的牧师的角色，要给你宣读一段结婚的誓词。那我们因为没有任何人，我们那个时候在美国不认识任何人，所以那个工作人员他当然也可以履行这个职务，就帮我们宣读了这么一个誓词，然后我们就say yes or no。我记得我当时还有点小紧张，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他有些誓词里面就是要说某某某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就会对另外一个某某怎么样。他英文就说 say your name， 我当时就很紧张，我也跟着说 say your name， 其实应该是要说我的名字文武怎么样，但是我因为太紧张了，我就跟着他念 say your name， 然后他就在笑，然后就说让我重新说我的名字，跟我解释了一下。对，就我们2个人，那个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做我们的证婚人了。当时我们在美国也没有任何亲人，刚来美国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朋友，所以就我们2个人办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婚礼。对，它叫做所谓的 express marriage， 就是快速婚姻。然后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异地的生活，你在英国，我继续在美国生活，但是偶尔呢，你会来美国出个差呀，然后会圣诞节的时候会过来看我呀。对，我们也一起玩了一些地方，对吧？是的，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公路旅行，从硅谷那边一路开车到洛杉矶，对吧？那是我们第一次来洛杉矶，看了西好莱坞啊，看了什么那些金光大道啊，那是我们第一次过来，还跟那个梦露一起拍了一个照，不记得？对，我想起来了，是的，是的，对。然后我们还当初你去佛罗里达奥兰多开会，然后我就顺便也去看你，然后我们在奥兰多那边也玩了一下。对，那边有个非常大的迪士尼乐园主题公园，我们在那玩了有小几天，还挺有意思的。再之后呢，就是2015年的时候，你在英国的博士后结束，然后我就去英国接你来到美国，然后我们也顺便在英国玩了一下。对，那次也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去到了不少的地方，虽然主要都是伦敦周边的一些景点，我们没有去到太远的地方，因为时间有限，然后也挺累的。我们就在伦敦的很多地方玩了，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温莎城堡。我们到那个城堡里面去参观了一大圈，花了1天的时间，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很著名的啊，什么那些大笨钟啊，还有我们去了巨石阵。对，什么美杜莎蜡像馆，对，蜡像馆。然后我们就一起从英国，相当于帮你搬家，从英国搬家到美国，跟我一起正式团聚。是的，我们就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同居了。2015年年底，我们真正的在一起了。是的，这段时间从2008年我们相识到2015年，经过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的异国，然后我们终于团聚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是马上我能想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交往，应该还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应该不到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周末夫妇的时候，在北京。我们认识以后的我第一个过生日，然后我们就去某一个周末，我记得去北京的东单大厦那边去逛街，然后逛到有一家我看到一件非常好看的那种大衣，我一看那价格，哎呦，800多块钱，我还觉得有点小贵，舍不得买。但是我当时就流露出一种很喜欢，但是又舍不得买的那种感觉。
然后金鹿他就留意到了。第2周我再去金鹿那去找他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金鹿竟然把那件衣服给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了。我当时一想，哇，那衣服其实也挺贵的。我们当时是学生，然后金鹿也刚刚参加工作，还有一大笔的那个学生贷款要还。我就想，哇，好心里面有一种小感动。我现在看来其实挺感动的，因为我10几年过去了，我都还记得当时的那些心情，我就觉得，这人还挺不错的。那这段时间我觉得总体的感受还是很幸福吧。我觉得从恋爱，然后2个人慢慢的更加了解彼此，一种恋爱的幸福吧，这是我的总体的感受。另外的话，我觉得说实话，我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天，我说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怎么样子的呀？你将来会不会找个女人结婚呢？然后你说你不确定，然后我就在心里面给你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叉。我说这个人怎么自我认同太差了，将来还不确定是不是会走同志这条路，会不会和异性结婚，他居然都还不确定。所以当初觉得打了一个叉，然后但是想还是先交往一下吧。但是随着交往的慢慢的深入，然后也越来越了解他，越来越喜欢他，然后慢慢的感觉真的还是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人，所以就一直的交往下去了。那你有什么感受吗？我说句实在话，我觉得金鹿说的很对，我的自我认同不怎么好。我们在最开始认识的那几年，我其实都从来没有去认真的考虑过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国内大家也知道，我们同志婚姻是不合法的，那我也想象不到这些未来的可能性有哪些，所以我对未来都是非常悲观的，我自我认同也差。所以当金鹿一问起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其实心里就火气一来，怎么又问这个呀？烦死了！我也不知道啊，你问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但是久而久之以后呢，我记得后来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在应该是认识了有那么1-2年、2-3年以后的某个时间点，我倒是不记得了。但是我的心态发生了一个变化，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我有时候会去想，我说，哎，我如果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开始，我突然就觉得这不是一个 "This is not a bad idea"，我就觉得，哎，我在心里面我就在想，我就在那个 picturing，我说我跟这个人将来一直在一起，到底会怎么样？就会觉得，好像也挺好的。但是我不确切的记得这到底是哪个时间点了，但是有这么一个时间点的这么一个转变。然后后来慢慢的，就通过金鹿的帮助，我的自我认同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出柜啊，然后等等的事情。我们有机会，我们回头可以细聊。好啊。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从异国到团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下一期视频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我们团聚以后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拜拜。